2050年，科技男发明制造了一个超级手机，可以穿透墙壁偷看别人。夜里10点半，马冲缩在被窝里，举着手机，盯着屏幕上5号楼上的一位女模特，津津有味地看着。他知道女模特马上就该洗澡睡觉了。这位马冲先生白天是科技精英，晚上是超级黑客。最近半年来，他突发奇想，研究制造了一个手机芯片。这芯片可太先进了，安装到手机上之后，可以发射出特殊的电磁波，弥漫性发射，信号可以穿透任何物体，然后根据指令再聚合起来，形成一个可以悬停、可以运动的隐形移动摄像装置，然后将高清直播画面传回到手机屏幕上来。马冲给这个芯片起名叫迷透。最近几天，马冲发现隔壁搬来了一对英俊漂亮的年轻男女，行为有些神神秘秘的。强烈的好奇心驱使着马冲，等到5号楼那位女模特睡下之后，就听隔壁的门一响，那对年轻男女回来了。马冲立刻就给手机里的迷透下达指令，穿透层层墙壁，悬停到了隔壁邻居家里。音画信号刚一传到手机屏幕上，我去！画面上的情景把马冲吓了一大跳。屏幕上，隔壁那一对年轻男女分别撕下了假面具，竟然都是另一副面孔。男的脸上有一条刀疤，女的也不那么漂亮了，左脸上还纹着一只红蜘蛛。马冲哆嗦着翻出最近的新闻，这么一看，隔壁这对男女果然是国际 A 级通缉犯，在全球10几个国家都有作案记录，曾犯有诈骗罪和多重间谍罪的朴汉多和姬文焕。马冲正想要关了手机，平复一下紧张害怕的心情，砰砰砰，忽然有人敲门。这大半夜的，谁来敲门？马冲因为害怕不想开门，于是就装作没听见。没想到来人敲了几次之后，直接朝屋里喊开了：马冲，我知道你在家呢，快来开门。这是谁呀？马冲听不出来，只好乖乖地打开了屋门。可不得了了，马冲大吃一惊，十分害怕，大瞪着双眼。来人竟然是住在隔壁的国际 A 级通缉犯朴汉多。朴汉多进屋之后，不但说出了马冲的姓名和职业，还清清楚楚地知道他的手机里安装了最新研制出来的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偷窥芯片迷透。马冲，你要是不想惨死的话，接下来就乖乖的配合我。朴汉多提出要求，让马冲帮着他利用迷透手机窃取一份国家机密文件，然后再跟随着他们带着迷透手机和机密文件逃到国外去。马冲当然不想答应，可哪敢违抗，不听话立马就得死啊！过了几天，马冲把这件事情偷偷告诉了女护士陆小平，想让陆小平帮他出主意。陆小平是马冲唯一一个可以倾诉心事的对象，也是马冲表白多次之后始终都没有答应他的求爱的漂亮姑娘。陆小平根本就不相信马冲这一番话，以为这又是马冲耍的什么鬼把戏，不过是想让自己做他的女朋友罢了。马冲，你要是再这样下去，胡言乱语的，我可就再也不理你了啊！马冲实在是没有办法，转念一想，
小平他不相信也好，免得把他也牵扯进来。就这样，1个月之后，马冲利用自己研制的迷透手机，帮着国际 A 级通缉犯朴汉多和姬文焕窃取了一份十分重要的国家机密文件，被这2名通缉犯挟持着到国际机场登机，要逃往 M 国。路上马冲真想跳车逃跑，可惜他始终不敢，怕摔死了。到了机场入口，一下出租车，马冲拔腿就想跑，被朴汉多一把就给揪住了。还想跑？我立马就能要了你的命，你最好乖乖的听话。到了 M 国之后，让你享尽人间富贵，否则就算是你留下了，也是会被判重刑的，懂不懂？紧接着过安检、候机、检票、登机，就在登上舷梯，刚要进入舱门的一瞬间，马冲猛然转身，拼命分开人群，冲下舷梯就往回跑。国际通缉犯朴汉多和姬文焕也没敢追，一追怕是自己也就逃不掉了。马冲一口气跑出机场，逃回了家中。他想去自首，去报案，可是一想不行，我这罪过可不小啊，还不得判我个无期呀！哎呀，要怎么样做才能够免除灾祸呢？窝在屋里想了好几天，也没有一个稳妥的好主意。最后一咬牙一跺脚，马冲又来到了女护士陆小平的面前。小平，我真没有骗你，你快帮我拿个主意吧，我现在该怎么办啊？陆小平这么一看，马冲这一次还真不像是在开玩笑。马冲，你真想让我给你拿主意吗？马冲点头说，那当然了，要不我干嘛把事情全告诉你呀？马冲，你现在就去自首，如果你有勇气去自首的话，我有办法让你不用担负太大的责任。另外，我还可以答应你做你的女朋友。就这么着，马冲在女护士陆小平的陪同之下，主动投案自首了。警方当场就逮捕了马冲。陆小平一拉警察的胳膊，同志，我的男朋友有高超的技术，他可以戴罪立功，请给他一次机会吧。经过国安部门的同意，马冲在24小时监视之下，用了不到3天的时间，制作出来了一个新的手机芯片猎鹰。猎鹰专门可以搜索到所有像迷透一样的电磁信号，并且准确的锁定位置，这样就可以很容易追踪到国际 A 级通缉犯朴汉多和姬文焕了。可是，一连好几天，几乎把 M 国的全境都给搜索遍了，愣是一点迷透的信号都没有。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国安部门得到消息，说是那天飞往 M 国的航班中间在 H 国换机，其中有一男一女2名乘客改换了去往 T 国的航班，飞到 T 国去了。马冲很快用猎鹰手机在 T 国的一个小城市搜索到了迷透的信号。国安部门马上联系上级单位，通过外交途径获得了 T 国警方的全力配合，很快将2名通缉犯抓捕归案，引渡到了我国。等待他们的是法律的审判。马冲虽然立了功，但是也不能完全免责，从轻处理，被判了3年。出狱的时候，女护士陆小平在大门口等着他呢。马冲十分奇怪，陆小平穿了一身警服。小平，你怎么穿上制服了？这也能随便穿？陆小平哈哈大笑，傻小子，你可真是个纯正的理工男。告诉你吧，像你这样的高科技人才，我们怎么能够不重点保护呢？说这话，张开双臂，紧紧地拥抱了马冲。